我靠，昨天还在公司改方案改到3点，怎么一睁眼换地方了？这996的福报是把我送外太空了。这位兄弟，这是哪儿？恭喜玩家福生获得天赋，我就是渣男。被动效果对女性生物魅力微弱提升。主动效果可窥视目标女性内心渴望秘密。核心任务锁定高价值女鬼，建立亲密联系。任务完成可解锁副本特殊权限。不是，穿越就算了，这玩意还侮辱我的清白，我看着就这么像渣男吗？没错，你就是渣男。渣你大爷！欢迎参与本次回忆游戏。如下规则1：座位与生命绑定，非必要禁止离座。离座后座位自动回收，持有者将失去生命保障。规则2：餐补将在随机时间发放，仅限指定餐食，使用非指定食物者后果自负。规则3：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指令，指令优先级高于一切。规则4：厕所单次使用限时5，超时未出者将被规则判定为废弃物品。规则5：保持个人座位及周围区域整洁，杂物需投入指定黑色垃圾桶，乱扔杂物者将触发清洁惩罚。规则6：禁止长时间注视窗外风景，单次注视超过10秒将被物中存在标记。规则7：每日凌晨2点至6点为强制睡眠时段，期间禁止走动、交谈，违反者将被夜班乘务员带走。妈妈，不要进入怪谈游戏啊！完了，我只想吹牛，不想成牛逼啊！不行，我早上喝了太多咖啡，实在忍不住了。5分钟，我用不到5分钟，肯定没事。兄弟，恐怖片定律，落单必死啊！可是再不去，我就要拉了。早说，别污染我面前的空气啊！还是想想我这个天赋吧，我就是渣男。刚才那个乘务女鬼，天赋判定是高价值目标，可怎么建立联系？总不能上去就说咱俩一块生猴子吧？规则里还全是坑，一不小心就没了。恭喜宿主浮生，激活全球影帝演员系统。当前片场指定剧本：霸道总裁爱上我。一个角色：霸道总裁。核心任务：在副本结束前获取高价值目标乘务女鬼80%好感度，期间需严格维持霸总人设，人设契合度低于60%将触发惩罚，随机削弱天赋，强制执行社死行为。不是，系统你没事吧？这是规则怪谈，是要死人的。你让我演霸总，直接被女鬼嘎了是吧？讲真的，系统在这里面当霸总，你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编号7车厢，乘客李建国，违反规则4，厕所单次使用限时5分钟，判定为废弃物品，已回收。不知道那男的在厕所里遇到了什么，这开局就这么凶险，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检测到女主已入场，宿主需立即进入霸总角色，触发关键剧情，对女主说出台词：女人，你是在玩火。若人设契合度不达标，将触发随机削弱天赋的惩罚。等会儿，姐，你要干什么？这种情况你让我说这种话，你是生怕我坟头草没有3丈高吗？请宿主尽快进入状态，扮演霸总，早日成为影帝。系统，咱们打个商量。检测到宿主不知如何扮演霸总，接下来系统将接管宿主身体，为宿主表演一遍。不要啊，土哥。这可不是吓疯了吧？有好戏看了，这人接下来一定会被乘务员当垃圾回收。你是在玩火？你很不错。这是女鬼脸红啊！目标：苏小小对宿主亲密度提升至25%。解锁我就是渣男，天赋主动技能：窥探内心渴望。当前霸总人设契合度88%，判定行为合格。下一句关键台词已生成，待触发。原来他的渴望是被特殊对待，这霸总人设刚好踩中了他的点上。发放指定餐食，限时15分钟，未领取者使用非指定食物者后果自负。哦，上帝，这简直比我奶奶的臭袜子还要恶心！我不吃，这东西看着就像……这味道比恒河水还要冲。乘客浮生，领取餐食。宿主继续维持霸总人设，对乘务员说出有什么档次，他们什么身份，就给我吃这个。什么档次？
他们什么身份？就给我吃这个！好不容易混过去又来，真敢说！我居然敢吃一餐食，这完全不合常理！这个夏国人必死无疑！不是，哥们，知道你靠出卖色相获得了女鬼的芳心，但也不能作死啊！他有命啊！好好的，你安静点不行吗？他非得没事找事。女人，本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做。我什么身份？你什么档次？知不知道我1分钟几百亿冥币上下？吃这种垃圾餐食，简直是对我的侮辱。这黑卡就是特权的证明。以为自己出卖色相靠上了一个服务员就能无法无天。乘客福生是我们车厢的 VIP 会员，特殊身份通过认证可享受定制餐食服务。这是你的饭菜，小男人，你又欠了我一次。这娘们不会真看上我了吧？也是我长得这么帅，这才对嘛！宿主，恭喜你在本次剧情节点成功扮演霸总，现奖励宿主1张霸总黑卡，请再接再厉。荒谬！这根本就是黑幕！这个夏国人凭什么能享受特殊待遇？樱花国选手才配拥有特权，他一个夏国废物，不过是耍耍嘴皮子的垃圾。如果这个夏国人都能有特殊待遇，那我大英将国的人更值得更高贵的待遇。不公平！黑幕！黑幕！我可是堂堂婆沙门，是世界上最高贵的种族。放肆！编号3，车厢乘客坂本一郎，库马尔波文，贝克尔质疑规则执行者权威，违反规则3，必须无条件服从指令，立即触发惩罚机制。住手！这个夏国人又想干什么？值的钱又有什么用？这个夏国人一定是疯了，他以为他是谁啊？这难道是？这是天地银行的黑卡，只有最尊贵的顾客才有资格得到它。传闻每一个拿到它的人都是身家上万亿的鬼帝，可他明明只是人类啊！目标：苏小小好感度提升至40%，霸总人设幸福度92%，菜力优质，奖励冥币100万，解锁非品车。副本规则豁免1次，非致命违规使用。奈斯啊，系统，你总算干了回人事，这张卡终于有钱了。该死的夏国人，等着瞧，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女人，你很有趣，本少越来越喜欢你了，来和本少共进晚餐吧。好啊，小男人，但前提是你得活过今晚。这是什么情况？祝你好运哟，小男人。哦，我亲爱的观众们，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夜晚环节，又有多少人会给我们上演一出血腥盛宴呢？各位玩家请注意，睡眠时段禁止走动、交谈，违反者将被夜班乘务员带走，后果自负，且发放眼哨。祝各位玩家死得难看。天天就是死啊死的，就不能整点新花样吗？那女鬼在夜晚时分不会出现在车厢，没了这眼罩，这个靠卖钩子的夏国人就等死吧！这个天杀的小鬼，这是什么情况？祝你好运哟，小男人。哦，我亲爱的观众们，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夜晚环节，又有多少人会给我们上演一出血腥盛宴呢？各位玩家请注意，睡眠时段禁止走动、交谈，违反者将被夜班乘务员带走，后果自负，且发放眼哨。祝各位玩家死得难看。天天就是死啊死的，就不能整点新花样吗？那女鬼在夜晚时分不会出现在车厢，没了这眼罩，这个靠卖钩子的夏国人就等死吧！这个天杀的小鬼子正面干不过我们选手，就来阴阳，该死啊！你们的选手完蛋了，你们这些愚蠢的夏国人就等着诡异降临吧！警告，请宿主立即维持霸总人设，不可显露慌乱，否则触发惩罚。推荐台词：垃圾眼罩，本少压根不屑使用。完成扮演后，系统将提供万无一失的保证方法。不过是个破眼罩，值得你们3个垃圾联手抢夺。是从来不需要这种廉价的防护，就算没有它，也能安然度过这个午夜。难不成他真有办法？不可能，他一定是装的。这个卑鄙无耻的夏国人一定想趁机抢回他的眼罩。霸总人设契合度85%，判定合格。方法已下发，请宿主尽快行动。夜间巡查员马上到来，请宿主尽快行动。原来方法是这个，也太有道理了吧！天啊，他是装逼装魔怔了吧？这下还要连累我们夏国一起受罚了。既然敢主动违反规则，
赶快把他杀了吧！违反规则，死！死？可你杀不了我！装你个锤子逼吧，死吧！这个夏国人以为他是鹰将国人吗？用大把的钞票就能收买诡异？上帝的靴子，这个夏国人真是太疯狂了，竟然想用金钱收买诡异。我还以为是什么手段，原来是用钱收买，天真。这位乘客，你不能侮辱！拿着你的钱，滚出我的车厢！哥，你打的可真好，要不再来2下，不然这钱我拿着不心安了。滚！得嘞，哥，按这就滚，我打扰你休息。我操，还真可以这么干，福神也太帅了吧！刚才谁说要连累夏国的？出来道歉！这不可能，一定是黑幕。为什么夏国人总能作弊？女人，本少可没那么容易死啊！夏国人，交出你的黑卡，我可以收下你做小弟。小男人，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底牌，倒是让我刮目相看。女人，你倒是越来越懂本少的心思了。这种碍眼的垃圾确实该清理。小男人，我只是看不惯有人欺负我的小男人。不过，你用冥币收买夜班乘务员的手段，倒是让我很意外啊。目标：苏小小好感度提升至50%，解锁新技能诡力借用，可短暂借用苏小小10%的诡异力量。本次霸总人设契合度90%，判定优秀。意外，本少的手段远比你想象的更多。倒是你深夜私闯车厢，就不怕违反规则？检测接下来的剧情为当前副本的关键走向部分，宿主有2种推荐台词：一，我还以为多大的事，你尽管拿去，本少有的是钱；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本次扮演将根据宿主的选择给予不同的奖励。我想让你帮我谋夺列车的控制权。什么玩意儿？怎么就谋夺列车的控制权了？我这么牛逼的吗？我咋不知道？请宿主做出选择。这关键剧情怕不是要命了？我身上唯一能对他有帮助的，就只有那张黑卡。也就是说，他想把列车买下来。既然如此，可是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又需要谋夺什么？说的可真对，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也是你的。那我的小少爷愿意帮帮我吗？恭喜宿主完成此次扮演，苏小小好感度60%，扮演大体完成度72%，现发放奖励。这个该死的夏国人，怎么就这么好的运气？你想让我怎么帮你？你跟我来。不要靠近，不要靠近，宿主有危险。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吗？原来你重伤都是骗人的。要是不装一装，谁能想到我忠心耿耿的苏组长竟然想要夺我的位置？这评论怕不是没睡醒吧？还是说他是故意的，借这种方式把我干掉？你是想让我用钱把他收买了？以为这个人类就能帮到你？做梦！乘客浮生。多次违反副本规则，私用冥币贿赂工作人员，扰乱车厢秩序，本规则将予以销毁。天哪，这可是副本终极 BOSS 级别的存在啊！黑幕该结束了，夏国人根本不配留在副本里。宿主遭遇乘车长使用规则抹杀，现触发副本规则豁免。怎么可能？不过是个人类，怎么能抵消掉规则的力量？你以为我是谁？销毁本少？你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我乃副本规则执行者，你敢用钱来侮辱我？谁跟你说我的冥币是用来收买你的？才可通神技能介绍：每一个副本可使用1次，根据副本不同的等级，消耗数量不菲的冥币，可进行规则篡改或定制一条新规则。我说过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现在我要定制一条新规则。定制规则？就凭你一个渺小人类，简直是我听过最可笑的笑话。这副本的规则由我执掌，岂容你肆意妄为？这个夏国人是疯了，还想定制规则？他不是被吓傻了？这个夏国人太诡异了，连规则都想篡改。要是让他成了气候，我们都得完蛋。放心，他活不过今天。一个人类也敢在诡异世界猖狂，
如果程车长没杀掉他，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力量。我说，本场游戏玩家浮生可对副本规则执行者施加一次强制沉睡，时效12小时。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能调动列车核心的力量？这个男人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难不成他其实是更高阶诡异的子嗣？规则定制成功，消耗冥币500万，强制沉睡规则生效。目标：程车长。不过有一说一，宿主，你现在欠天地银行415万元，请尽快还款。小丑还敢质疑我们福神，不知道福神有超能力吗？本次列车程车长遭遇突发意外，现由车厢管理人员苏小小担任程车长管理列车。小男人，你总能给我惊喜。不过是些雕虫小技，也值得你大惊小怪。该死的夏国人，竟然真的做到了！必须除掉他，否则他会成为我们所有选手的噩梦。有些人看来是嫌命太长了。夏国人，我要你死！血纹鬼士，献祭我的一半的寿命，撕碎他！我操，这小矮子牛逼啊！献祭了自己一半的寿命，还有一条手臂，是个狠人啊！不过，我可是霸总啊！都市霸总最不缺的是什么？是钱啊！检测到宿主面临致命攻击，可激活鬼力兼用技能。当前苏小小好感度足够，可兼用50%鬼力，望宿主把霸总进行到底。啊！女人，借点力气给我。触发才可通人效果，强制诡异僵直5秒。八个吃了我一半的寿命的废物，快杀了他！屁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出来丢人现眼，谁给你的脸啊？樱花国的垃圾！我怎么了？你快点，我要顶不住了！速战速决！本少给你个机会，任我做主，这笔钱都是你的，不然……愚蠢的夏国人，你这是痴心妄想！血纹鬼士是我的天赋召唤出来的，他是不会臣服你的。人类，我承认你有几分本事，但就凭你也想收服我？是吗？可如果我能给你大量的冥币呢？你，夏国人卑鄙！你竟想用钱来侮辱我们！血纹鬼士，你听我的，我的痔疮你拿去吧。为什么？因为你穷。目标版本一郎已击杀，宿主霸总人设契合度95%，判定优秀。苏小小好感度提升至70%。血纹鬼士绑定冥币契约，成为临时追随者，奖励冥币5000万，解锁鬼物收纳技能。这自古啊，有本少的人就没一个有好下场了。小少爷，你越来越让我着迷了。那是自然。小少爷，他们数量太多了，我们赶紧去控制室吧。好家伙，这是捅了鬼窝了。不过没关系，在超能力面前，数量都是虚的。是我5000万冥币大招，本少有的是钱，谁想跟着本少混，就给我安分点。臣服者每月领取6000冥币，违抗者死。小少爷，他们不值得你花这么多钱啊！这么多冥币，还不如砸我呢。少爷想看什么姿势都有。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任何世界都管用。成功平定低阶乘务鬼暴动，
苏小小好感度提升至75%，解锁伪群掌控权限，宿主8种人设契合度90%，判定合格。警告：副本秩序紊乱，猎车乘务失控后惩罚玩家，触发隐藏机制。这些鬼就交给你整合，谁敢作乱，直接清理掉。本少承诺，只要好好做事，冥币管够。我听少爷的，少爷说东，我就朝东。你也想跟坂本一郎一样，给我整个大的？不敢，我臣服你。少爷，这根水晶能提供列车所有动力，现在他认我为主了。不错不错，他的不就是我的吗？以后这列车就是我的移动堡垒了，就是得好好装修一下。现在这破地方太掉价。宿主，你越来越像个霸总了。不过本系统可提供限量版商城购买服务，只需要冥币即可。那么小气干什么？还有什么是不能花钱买的？这些都是跟着本少，这些都只是开始。以后你想要什么，本少都能给你，冥币、权力，甚至是更强大的力量。少爷，我愿意永远追随你，无论你去什么地方，我都跟着你，做你的专属乘务长。搞定！果然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多加点钱。苏小小好感度提升至90%，解锁专属追随者状态，奖励列车列卡1枚，持有可在任何副本召唤诡异列车支援。宿主霸总人设契合度98%，判定完美。高价值目标苏小小彻底臣服玩家浮生，解锁副本进出权限，列车核心共享。少爷，这就是列车的核心凭证，有它在，你就能在任何副本召唤我和列车。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永远听你吩咐。很好，本少不会亏待你的，以后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玩家浮生需完成副本挑战任务才能获得诡异列车。好家伙，拿我的东西给我做任务奖励，美的你。少爷，副本通关条件触发了，我们需要冲出这片灰雾区域，否则会被这片灰雾永久困在这里。少爷，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没有理智、没有智慧的怪物。那岂不是本少的钱对他们没用了？少爷，我要启动最大动力了，可能会有些颠簸，你装好了。无妨，本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操，这动静也太大了，别把列车撞散架了呀！这可是我的车啊！检测到列车受损，建议宿主注入冥币修复，烧更多的钱还能加速。给本少提速，这些垃圾还拦不住我们。玩家浮生成功协助苏小小掌控诡异列车，完成副本核心任务，评级 SSS， 奖励激活点数1000，解锁跨副本召唤权限，解锁副本专属称号列车掌控者，诡异列车副本通关。宿主完美完成霸总败语任务，奖励冥币5亿元，解锁影帝级演技被动技能，人设契合度永久加10%。终于通关了，这副本折腾的够呛，不过收获还不错。下一个副本，血色诊疗录。血色诊疗录，听起来挺刺激的。不知道这次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啊？希望别太离谱。新片场血色诊疗录开启，您的角色疯批天才医生，人设要求偏执恐热，藐视规则，口头禅让我解构看看，契合度低于60%，将会获得惩罚，强制裸奔3分钟，先发放台词，让我看看你的心脏构造。我操，疯批医生，这跟霸总差了10万8千里，系统里玩我呢。不过藐视规则，那岂不是说……哥哥，这里好可怕啊！你能不能保护人家呀？各位亲爱的玩家，晚上惨！众所周知，医院是救病治人的地方，而你们就是那批有病的病人。现发放血色医院副本规则：1、5夜后禁止进入太平间；2、
不能质疑医生诊断。3、禁止拒绝治疗，要配合医生把病治好。4、禁止破坏医疗设备。5、凌晨4点前必须返回病房。规则发放完毕，祝各位玩家死得愉快。新来的病人们，快来我这里接受电击治疗。以身饶命，我不会反抗的，求求你不要电我。电击？无聊，实在是太无聊了。贵院的医疗就只有这种水平。乖，别动，让我看看你的心脏构造是不是跟人类一样。好什么啊？既然这么怕疼，不如让我解剖看看，你的恐惧会不会改变内脏结构？你不要过来啊！方兵人设契合度88%，奖励技能诡异解剖术，可解析诡异弱点，造成致命伤害。备注：为什么你的心脏长在屁股那儿？你个贱民，违反规则3！护士呢？快来把他拿下！正好，多来几个解剖样本，让我更了解你们的构造。诡异解剖术解析结果：后脑3寸处的黑色肉瘤。还真有效，这藐视规则的人设，我喜欢。哈哈哈哈！皮肤太硬，肌肉组织异常，果然不是人类构造。大胆妖孽，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不是人啊！我还是赶紧回病房吧。想走？你刚才求饶的样子很有趣，留下来当我的备用实验体。快来人啊！这个疯子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呢！就你们会叫人是吧？少爷，你这是？别叫少爷，叫我福医生。快带血纹鬼尸过来，我需要更多实验体。人设契合度92%，奖励强效麻醉剂10支。福医生，主人。人类竟敢在医院闹事，找死！你杀了我的护士，还违反医院规则。很好，我会把你缝进我身体的最外层，让你永远承受皮肉撕裂之痛。副本 BOSS 缝合怪主任出现，核心任务：夺取生命契约，解剖缝合怪主任，研究其不死秘密。警告！警告！玩家浮生违反医院规则，引来医院主任的震怒，请玩家用自己的死亡取悦他。真是一个完美的实验体啊！你的拼接技术太粗糙了，让我帮你优化优化。硬碰硬，那是蠢货干的事。嘿，玩点有意思的。想活命就跟紧我！轻点儿！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哎呀，这里还有几个鬼。本医生决定让你们优先被我解剖。看着浮生这副模样，医生脸都吓绿了。别杀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大秘密。说，那个缝合怪原本是医院的秘密产品，但不知道是谁和他签订了生命契约。在袁院长讲解故事时，直播间的观众却对此感到震惊。那份契约在哪儿？契约在太平间禁忌冰棺，由噬魂摆渡人守护。契约维持他的不死之力，没了他，那怪物的拼接处就会松动。很好，你很有成为优秀实验体的潜力。考不考虑来做我的 VIP 客户？丁，获取关键情报，人设契合度85%，奖励额外冥币银质解剖针1套。跟着我，杀了缝合怪主任，我帮你们优化身体构造，还能让你们优先被我解剖。哦不，给你们大笔冥币，谁要是敢背叛，我就用麻醉剂麻晕他，一点点解剖。医生们看到眼前的景象，表现出恐惧跟害怕。齐齐咽了口唾沫，别说他们能不能打过浮生，旁边虎视眈眈的苏小小和血鬼是随便挑一个出来都不是他们能对付的。医生鬼们看着银质解剖针，又看了看麻醉剂，互相点头。我们答应。缝合怪主任就是个暴君，上次他让我们找10个健康的人类残肢，我们没找到，就被他拔走了10根骨头。这也太吓人了！嘀咕什么？你要是表现好，等解剖完缝合怪主任就放你走，前提是给帮我按照主任的胳膊。白相国玩家实惨，还要帮着按住 BOSS， 哈哈哈哈！这个夏国人就是个变态，他怎么能这么迫害我们的玩家？时钟指向午夜0点整，浮生则带着苏小血纹鬼尸，还有被强迫同行的哈马，终于赶到房间内。太平间内寒气缭绕，密密麻麻摆满了冰棺，大部分棺里都躺着残缺的尸体，不时会有黑血顺着冰棺缝隙流出，又在地面被结成薄冰。众人来到黑色棺材前，一团影黑影汇成噬魂摆渡人站在冰棺前。午夜山闯太平间，找死！别杀我！我是被强迫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眼瞎吗？我是医生，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拿这个人类做研究。这禁忌宾馆里刀系成为契约，是不是能增强怨灵力量？你真的只是为了研究？当然，我对钱和权力没兴趣，只对未知生物的构造、怨灵与器物的结合原理感兴趣。你要是配合我解剖眼光人，给你来一套专属强化。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研究？好事成风。再废话，就先解剖你，看看胆小鬼的灵魂能不能用来强化他的链子。只给你10分钟，不管你研究什么，10分钟之后再不离开，都得死。正好用刚到手的怨灵解析术看看你们的来历，也能更多的了解这个副本的信息。还好刚才没动手，不然被压在那儿的就是我了。3道怨灵是被缝合怪主任强行绑定在契约上的实验失败者，他们的力量维持着契约的活性，可用银质解剖针插入他们位于中间的核心。啊，这就搞定了？主人的失联可是你能想象的。低调低调，不过小菜一碟。现在该回去处理那个粗糙的缝合体了。小虫子，把契约还给我。想要契约，还不如让我解剖你，看看你是怎么不死的，你的拼接结构又是什么样的。触发疯批技能解剖狂热，攻击任何有结构的组织时，伤害翻倍。你要做什么？白痴，当然是解剖你啊！难不成这些缝合影响了你的智商？太粗糙了，这里应该用肌腱连接，不是针线。还有你的心脏位置不对，我来帮你挪一挪。不要啊！我的手，我的脚，那是我的屁股啊！混蛋！这里就没有好人啊！终于结束了。BOSS 击杀，疯批天才医生人设契合度98%，奖励冥币200万，解锁诡异解剖学永久技能。别急，还有个备用实验体没处理呢。不是吧？我就演一演角色，还被吓成这个样子了。大佬，求你了！这波演技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看你这么老实的份上，你就做我最后一个解剖的实验体吧。都把怪刷完了，怎么还没结束离开？啊！宿主要花费冥币把这一栋医院收购。需要花多少？只需要花费500万冥币即可把血色医院购买，成为宿主新的资产。检测到宿主消耗巨额冥币，触发绑定机制。血色医院与诡异列车成功绑定为附属据点，望宿主再接再厉。使宿主副本扮演评级提升至 SSS 加，解锁医院车厢专属模块，苏小小好感度飙升至95%，即将解锁神秘大礼。能不能把奖励提前发了？不能。老板，以后医院就是你的移动研究基地，随时随地都能开展项目。刚才我让所有人员待命，等候老板安排。不错，你们勉强能做我的助手，传令下去，所有员工原地待命。遵命，我的大老板。狗腿子，不行，我也得做点什么，可不能让浮生觉得我没用啊。少爷，快走！奇怪了，还有一个人去哪儿了？那个樱花国的女人去哪儿了？血色医院这个副本都被我玩坏了，还能让他找到机会？跟我走，咱们去找点乐子。这个男人怎么会在这里？看来你找到宝贝了啊！
真小气，找到宝贝也不喊我。无声君，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一直都在这儿等你啊。行了，别装了，你是为了这个来的吧？100年前惨死在实验里，一个充满怨念的灵魂，得到核心就能获得力量。既然被你发现了，就别怪我不客气，那就怨念核心是我的，谁也别想抢！有我在，谁也别想伤害少爷！一缕劣质的能量由怨念和阴气结合而成，劣质的能量融合，还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少爷，我来挡住怨念。你还挺能跳啊！浮生君，放我一马！你没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交出破解封印的全部方法，我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命，当我的备用协助者。少爷，快点！这股能量太强了！我没耐心跟你耗，再不说，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后果。我说，破解封印需要用医者的气息引导，不能强行冲击，而我不是医者，只能想别的办法。医者气息引导，正好，我现在的医生人设最契合同源医者的条件。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这也太吓人了。检测到可吸收能量核心，是否吸收？这玩意儿看着就瘆人啊，吸收了有啥用？吸收后能开启宿主的职业妙版。100年能量凝聚的核心，真是一场神奇的实验，让我迫不及待想要研究研究了。快，我怎么吸收？为什么？能量核心认主，岂是你这种普通人能触碰的？宿主冥币能量触发能量净化效果，屏障强度降低，请宿主认证抛开核心的外围能量。100年怨念体，正是我最需要的体验。苏小小，借我50%鬼力。好的，少爷。给我稳住！倒要看看能把我怎么样。深入解析怨念核心，触发隐藏机制，解锁高阶解剖术分支怨念进化。有了这个技能，净化你会就更简单了。给我死！给我死！放肆！你要对我老板做什么？哦吼，我的实验体也想对我出手。停！我哪敢对您出手啊，大人！我这是在帮你消减怨念啊！感受到了吗？你的怨念正在消散，这种重获新生的感觉，是不是很美妙？宿主怨念净化进度已达50%，怨灵认可度提升。你为什么要帮我？成为怨灵以来，所有人都想夺取我的怨念核心，只有你选择净化我。帮你？不，我只是在完善我的实验样本。你是100年难遇的天才医生怨念体，净化你，重塑你，让你成为最完美的存在。跟着我，帮你净化怨念，给你重塑肉身，让你拥有比生前更强大的力量，如何？我答应你，但我有一个条件，帮我向当年参与实验的人复仇。他们把自己缝成了怪物，我打不过他们。缝成的怪物，那个缝合怪主任。感谢主任死了都帮我收买人心。他已经死了，死在了我的手上。以后我就是你的鬼了，老板。恭喜宿主白灵成功归队，解锁高级投术，奖励冥币5000万。血色医院副本人马通关，评级 SSS+。血色医院日本列车绑定为1个地点，解锁跨副本1年试验曲线。苏小小好感度提升至90%。
方锋应该是本次扮演评价完美。这次是我托大，下次见面必要你狗命！所有诡异员工过来集合！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院长，服从我和白灵的指挥，好好做事，明币管够，违抗者直接解剖。下一个副本：雾隐都市，规则怪谈与现实世界交织，核心目标：找到并摧毁怪谈源泉。雾隐都市听起来比医院刺激多了，不知道这次要扮演什么角色。新副本雾隐都市开启，核心设定：规则怪谈与现实交织，城市被永久灰雾笼罩，诡异失踪案频发，人类在规则束缚下求生。角色：安逸教父，人设要求：狠辣果决，言语简练，气场压制，禁止柔弱切皮。核心任务：探索雾隐都市规则，找到失踪案源头。惩罚机制：人设契合度小于60%，强制曝光宿主社死经历，全天候在各大平台播放，附带全副本人类诡异。系统，你要点脸吧！你让我社死，这跟我真死了有什么区别？速报计时，3、2、1。少爷，这些雾气不对劲。先进店。现所有玩家已投放完毕，玩家浮生触发雾隐都市首条规则。此副本午夜便利店开启，核心规则： 1. 进店后禁止触碰货架第3成商品。2. 与店员交谈时长不得超过10秒。3. 凌晨0点前必须离店，违反任意规则将被店员标记为失踪者，可能会迎来恐怖的结局。有意思。这位客人需要什么？这玩意儿咋感觉比我还装啊？一瓶矿泉水。第3层的幸运符能让你更幸运，要不要看看？不用，结账。10元。走。少爷，他被规则束缚，无法追出来。本地的诡异太没有礼貌了，连水都要污染，脾气还这么冲。加入我们。滚开！不加入就留在这儿。放肆！留下一个问题吧，其他2个我行善，送他们去往生吧。关于雾都市，有什么说什么，说错一个字，死。这里的所有人都不能在雾中待超过3小时，超过3小时的都会失踪。大家都怀疑这跟老城区的那座废弃中。少爷，那边大概率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要过去吗？先找一栋房子住下，轮不到多久。下午好啊，先生，女士们。你们是谁？怎么找到这里的？这里不欢迎外人，快滚！别过来，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只是路过避避雾，不会动你们的物资。少爷给你们面子，你们最好听话点，不然……触发关键节点：雾隐市区域情报解锁。雾隐市一共分为4大区域：老城区、薛隐区、疯癫区、嗜血区。即将为宿主开启接下来的扮演任务，请宿主以黑暗教父的名义收服薛隐区势力，建立守卫据点。4大区域收服其他区域吗？这比找失踪案源头更有意思。为了确保宿主逼格不掉，现发放奖励：解锁势力斧头帮300鬼众，可随时倒换，忠诚度100%；解锁被动技能王霸之气，对低阶鬼力压制加30%，人类势力臣服概率加20%，望宿主再接再厉。很不错的奖励啊！倒是这个所谓的安全屋让我挺疑惑的。安全屋的规则是谁定的？是血隐区的诡异留下的，他们偶尔会来检查，只要遵守他们的规则，就不会死。谁在外面？是他们来了，这是我们跟他们约定的信号。他们会摘走我们的器官。上次有个人被摘了胳膊，还有人丢了舌头。少爷，是低阶诡异的气息，但数量不少，要不……不急，我们先看看他们想玩什么把戏。李明大，再不开门，这次就不仅仅是要你们的器官了。求求你开门吧！再不开门，他们就要破门而入，到时候我们都会没命的。你看你又急，慌什么？哪个虫子竟然敢打我？
站出来！打你，真是脏了我的手啊！新人，鉴于你是新来的，我祝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我只要你的眼睛，你就可以活下来。老大，我要他的手；老大，我要他的脸。还大人不计小人过，就你人多是吧？不知死活！小的们，开饭了！谁先拿下这个人类，我允许他先吃第一口。带着这么多人聚众闹事，还有王法吗？还有明律吗？这是什么势力？血隐区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高阶鬼众啊？现在你觉得谁的人更多？怎么可能是你？不过一个人类，凭什么号令这些鬼众？哼！我的手！老大，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声教父？父亲，放过我！大人不会放过你的！回去告诉你们的银主，血隐区我要了。你给我等着，银主大人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不用追。少爷，斩草要除根，留着他们只会通风报信，为何不杀了？杀了他们，营主只会派更强的人来，不如留着他们传递消息，让整个血影区都知道我浮生来了。况且我需要他们带路，帮我找到营主的老巢。恭喜宿主击退血影区灵族手下，震慑其他诡异势力。暗夜教父人设契合度88%，奖励冥币5000万，普多方鬼众300人。那我手上现在一共有600鬼众，总算不像个街头混混了。教父，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已经追踪到那伙诡异的居所，就在血影区边缘的废弃仓库。很好，想活下去就跟我走，留在这儿。下次你们可就没这么好运了。我们愿意跟着您，您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苏小小，带队，斧头帮在前开路，不让他们一个不留。营主大人，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那个人类太嚣张了，不仅毁掉了您建的离世安全屋，还把我们揍得半死。蠢货，你带鬼进家门了，你知不知道啊？我不明白。还不明白？你还能干点啥？各位朋友，来都来了，难不成还要我请你们出来？谁能想到，营主就躲在这种又破又旧的地方？阁下敢闯我的地盘，胆子不小，口气不小。什么你的地盘？血眼区分明写着我的名字，你们说是不是？是。恭喜宿主抵达营主据点，开启血影区争霸核心战。想抢我的地盘，就得有死的觉悟。兄弟们，给我上，杀了他们！斧头帮，住手！我不要活口。一个人类也敢贪图我的血影区，今日我就让你碎尸万段！就这，本教父见过的诡异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如果只有这点实力，那你还是去死吧！斧头帮，给我砍碎这些杂碎们！少爷，我锁住他了。该死的贱鬼，给我滚开！该死的贱鬼，是你！给我死在这儿吧！杀了我，还想拿下我的地盘？做梦！咱们同归于尽吧！就这点能耐，也敢玩自爆？恭喜宿主除掉血影区霸主营主，暗夜教父人设契合度98%，玩家浮生硬汉血灵领域，奖励激活点数300，解锁血影区掌控权限，后续可探索区域：疯癫区、嗜血区、老城区。从今天起，血影区归我管，违抗者下场就和你们老大一样，死得惨不忍睹。遵命，教父。从今天起，血影区归我管。违抗者下场就和你们老大一样，死得惨不忍睹。参见教父，我等愿臣服。算你们识相。苏小小，盯紧他们。是，少爷。傅先生，
所有诡异信息都已登记完毕。不用，你们帮我盯着点，有异动立刻汇报，少不了你们的好处。这上面写的啥？谁看得懂？少爷，这是上古鬼文，记载雾都市有4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1枚元核，摧毁所有元核就能破解雾都市的灰雾诅咒。恭喜玩家浮生解锁主线任务，摧毁雾隐室4大元核，即可通关本副本。支线任务：收服疯癫区、嗜血区、老城区，完成支线，通关奖励3份。既然你们帮了我也不亏待你们。这安全屋升级为血影区核心据点，你们以后就留在这里，负责管理琐事。大人，这3名挑战者想与您为敌，自不量力。我已将他们制服，送上他们的意识与力量，只愿为您效犬马之劳，助您一统雾隐室。松下，你这个叛徒，必遭报应！最近血影区易主，还是一个叫浮生的人类。本王已与嗜血区的血崖大公商议联手，诡异的荣光不容人类侵犯。浮生，没想到咱俩就在一个副本里。上次之辱，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鬼王大人英明，属下愿助您除掉他，不让任何一个人类玷污诡异的荣光。浮生，这次有狂笑鬼王和血崖大公联手，我看你还怎么活。血影区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教父，不好了！狂笑鬼王血崖大公率领疯癫区、嗜血区联军已逼近血影区边界，沿途摧毁了数个小型据点，预计明日一早便会抵达这里。来得真快！联军有多少人？实力如何？联军约有3000诡异。狂笑鬼王擅长疯癫声波，能影响心智。血崖大公可化作巨型血兽，力量无穷，还有不少高阶诡异跟随着他们一起前进。福先生，我愿带领部分低阶诡异前往边界布置防线，拖延联军进攻时间。这小子有点年纪，值得培养。好，本教父破格授予你血影卫队队长头衔，从血影区中挑选任意3000鬼众。鬼市，跟着在。血影区若有不服者杀。杀！谢教父，属下一定不负所托。福先生，我会用医疗鬼力救治受伤的诡异和人类，尽量减少伤亡。有白灵在，伤亡应该能控制住。辛苦你了，白灵。苏小小，你们随我坐镇中央，负责斩杀联军高阶。是，少爷。浮生起身走向地下密室入口。这元核是关键，绝不能被任何人夺走。苏小小，你带人加固地下密室防御，我要让这里固若金汤。是，少爷。并恭喜宿主本次行为暗夜教父人设契合度99%，奖励防御符文升级卡1张。联军太强大了，我们根本不是对手，不如投降吧。是，教父虽然厉害，但双拳难敌4手，我们肯定会输的。谁敢动摇军心，立刻格杀勿论！只要跟着本教父，将给你们享之不尽的富贵。不愧是超能力啊！只要钱给够，明天就算是神来了，也必让他扳平血影区。等着看好戏吧！狂笑鬼王血崖大公，你们的末日到了，明日一战，要么胜，要么败。人类，识相的赶紧交出血影元核，本王可以饶你不死。就你这疯疯癫癫的样子，也配让我交元核？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吃药，别在这里丢人现眼。马哥，鬼王大人快教训他，不能再让这个人类这么嚣张下去了，让他知道鬼王大人的厉害。找死！给我杀！都给我跪着！给我清醒过来！斧头帮，打碎他们！是。暗教父结合度99%吧，获得临时力量增幅装置，燃血的屠刀。谁出来？本来还想留你的，可既然被你发现了，那就只能让你睡下了。这一次，没人能阻止我。为什么会这样？这两个家伙竟然都打元核的主意，想抢我的元核，问过我了吗？
浮生，你输了。浮生，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可惜它现在是我的了。好，好，你以为我真的会把它给你吗？血崖大公，你也有今天。女人，就你这点伎俩，你不会以为你拿到的是真元核吧？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你什么时候调包的？哪个正经人会把真东西拿出来啊？蠢货！兵宿主成功戏耍敌对玩家，暗夜要付人设契合度城堡，奖励欺诈大师称号，结果太赢了，拿到的假货。别急，一个个来，你们的命全是我的。准备进入全力模式，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系统启动元核能量。叮，元核能量已启动，角色状态全面提升。狂笑鬼王，你该上路了。现在才想臣服，晚了！本教父不需要任何人的臣服，死去的你对本教父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叮，灭掉血崖大公狂笑鬼王，收服疯癫区失血区势力，奖励冥币5亿，元核掌控术正式解锁。浮生，就算我灭不了你，也不会让你好过。先留步。这次先告辞，我们下次再会。下次再会，我会讲真。叮，探索卷轴已激活，成功集齐3枚能量核心。后续任务：前往城区获取最后1枚能量核心。净化戏楼百年怨念，收服戏魂。惩罚机制：人设契合度60%，将被戏楼怨念永久附身，沦为无自主意识的傀儡戏子。欢迎来到禁忌刚当完教父，转头让我唱戏。系统，你是真想把我往死路上逼啊？少爷，这戏楼怨气极重，里面的怨念非常纯粹，恐怕里面有一尊真正的鬼王。这一身行头倒也有趣。此时，我瞥见2楼走廊闪过一道身影，正是沙荣子。他对着我勾起一抹冷冽的笑，接着便消失在走廊尽头。我低声示意同伴追赶。浮生、苏小小、血文鬼师3人快步上楼，追！走廊两侧的房间门纷纷敞开，里面全是一动不动的戏服人偶。走到走廊尽头，一扇木门出现在面前，里面隐约能听到一阵唱腔。苏小小压低声音告知里面正在演戏。闻言，我推门而入。戏台中央灯火通明，后台上在表演，面容苍白，唱腔平缓，带着独特氛围。台下坐着数十名观众，给无声的压迫。沙柔子坐在观众席后排，闻声转头看向我们。没想到浮生君还会唱戏啊！不过这戏楼的执念可不是你的超能力能摆平的。平静的戏子紧盯着我，唱腔变得高亢急促，台下的观众也缓缓站起身，朝着我们围拢过来。血纹鬼师立刻拔出长刀戒备，主人小心！眼看着一场冲突就要爆发，那些戏子恨不得把我们3人狠狠围住时，别急，既然他们不想让我们当观众，那我们就给他们唱一出好戏。话落，浮生看向面前的系统面板，跟随着上面的步伐挪动，一将一笑间与之前的教父判若两人。叮，人设契合度提升至42%，怨念侵蚀暂缓。有点意思，不过浮生，你做这些都是白费力气，这座戏楼会成为你的终结之地。说完，沙影子转身走向戏台后台，身影消失在幕布之后。浮生看着他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杀意。戏台之上，《霸王别姬》的唱段正在上演，戏子们的动作机械刻板，一举一动间透着一股死字的诡异。可当戏份也到18剑自刎的瞬间，鲜血从脖颈处喷涌而出，而台上的戏子依旧面无表情，仿佛只是完成了一个既定动作。相比于前几个副本诡异的灵动，这个副本里的诡异像傀儡一样。这是……玩家的掌声刚落下，戏台上方突然出现许多触手缠住他的四肢，将他拖向后台。瞬间，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戏楼，却只持续了短短几秒，便以这戏台不对劲，这玩家什么也没干，不守端端剧的人都得死了。刚才是你搞的鬼吧？浮生君看到了吗？
在这戏楼的规矩都是100年前那个戏子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好像很了解这座戏楼。闻言，沙影子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眼里带着一丝诱惑。我可没有浮生君那般超能力，我只能早早的来到这里，摸清里面的门道。不过，浮生君贸然闯入是会死人的。话音刚落，台上的戏仔突然停下表演，齐齐转向我。为首的虞姬缓缓走下台，步伐僵硬地朝着我走来，手中的长剑还滴着鲜血。观戏者须入戏，不入戏者死。他学着戏子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台上，口中唱起《霸王别姬》的选段。丁，人设契合度提升48%。虞姬跟着走回戏台，开始接上浮生唱的戏段，一个演霸王，一个做虞姬。那么一瞬间，仿佛这还真是一场霸王别姬。看来这副本还真是沙荣子的主场啊！人设契合度提升至48%，戏魂好感度加5%。威风凛凛，妾妃与你同。既然是看戏，自然要入戏。有点本事，不过这才刚刚开始。想要面对这位对手，必须先了解戏楼的规矩，稳住戏中灵韵。而现在最重要的是提升人设契合度。沙人子惊讶，随即轻笑说出话语，一曲唱罢，我回到座位继续观戏。心中却在思索，规则说禁止触碰，但那装盒里一定藏着关键线索。等戏间休息，我们去探探。此时，台上的戏还在继续，我注意到戏中的情节在暗示着一些东西，霸王的多疑，虞姬的委屈，都像是在诉说着曾经的真相。浮生君，好好看戏。这出戏恐怕就是在还原100年前那个戏子被陷害的场景。浮生君，好好看戏，我去给你准备一份惊喜。这娘们又在密谋什么？难不成是想利用戏楼的怨念来对付我？台上的戏近尾声，虞姬自刎身亡。落幕的瞬间，戏楼内的灯光突然熄灭，只留下戏台中央一盏孤灯。里面不太对劲，都小心些，尤其是注意松下。说着，浮生撩开幕布一角，探头望去。找到了！就在松下准备起身时，红色装盒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震动，屋檐声变得更加凄厉，盒子震动着露出一条缝隙，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此时，浮生带领苏小挡住松下的去路。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难不成这就是要给我准备的惊喜？宿主，对方手里拿的是核心的剧本残片，他想借此谋夺戏魂的力量。闻言，浮生恍然道：“终于知道松下到底是什么打算了。”而是松下看到浮生也有一些意外。100年前那个戏子的剧本，有了它，乖乖的掌控戏魂的力量。你想要戏魂的力量，恐怕没那么容易。话落，惊变突起。看热闹不嫌事大，巴不得他就这么留在这里，成了诡异目标。我只需要看戏就好。有好戏看了，狗咬狗，蜜子毛啊！这剧本是我的，你也是我的。戏魂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你想利用他的怨念，只会引火烧身。少爷，这装盒里的怨念太强，我们要不先离开这儿吧？不，我们必须拿到装盒里的东西，那是破解戏楼诅咒，也是对付沙荣子的关键。主人，去拿下这个女人。不必，她现在被戏魂盯上了。我们先看戏，愿望晃征，我们要当那个渔翁。还给我，那是我的东西。想要回去，除非我死。这个娘们过审东野还挺会玩，她知道我不会放弃到手的关键。少爷，不好，戏魂被激怒了！给我滚开！想跑门都没有！浮生君，你非要跟我斗个2败俱伤吗？不，沙荣子小姐，你说错了，没有什么2败俱伤，有的只有你死我活。况且你跑了这么久，也该停下来了。浮生君，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
说着，浮生转头，而那系魂在沙野子不见后，就把目标转到了浮生的身上。说话间，系魂的实力又一次增强。到了那时，系魂的实力又一次增强，浮生能够感觉到，如果继续放任下去，恐怕这个系魂即将增长到鬼王的实力，不然他也得栽在这儿。可以帮你的百年之愿，我来替你洗刷。恭喜宿主，系魂好感度加10%，装盒解锁部分信息，内含系子生前信物，可还原此次副本部分真相。看来，想要彻底收复这个系魂，破解这座戏楼的诅咒，就是需要还这戏子一个清白。但是另一半的剧本，走，我们先回去。少爷，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扮演这个戏子对我来说限制太大了，老子又不是专业唱戏的，这不是为难人吗？就不能给我一个疯批点的人设吗？各位玩家注意，第2场戏窦娥冤的扮演者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当宿主对戏曲理解提升时，下次可不能这么莽撞了。这一次的扮演显然不利于我。要是再这么莽撞下去，说不定我真的会死。就在这时，观众席后排突然传来一声轻笑。多谢关心，不过我命硬，没那么容易死。沙英子走到浮身边，手中把玩着一枚发簪，正是红色装盒里的那枚带血发簪。可惜啊，浮生君，这一次还是我比你快一步。只要我毁掉它，系魂就会彻底消散。你把装盒打开了？当然，规则只是说禁止触碰，又没说不能打开。我本以为你会真的是。松下沙荣子抬手一挥，发簪上的黑雾暴涨，朝着台上的戏子们扑去。台上的戏子们瞬间失控，一个个尖叫着朝着观众席扑来。少爷，他操控了这些戏子。画面文鬼是长刀挥舞，将扑过来的戏子一一弹倒。可戏子们仿佛无穷无尽，倒下一个又站起来，根本杀不完。沙荣子，你这样只会让怨念越来越多，最后大家都得死。我可不管，只要能杀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可就在这时，浮生朝着沙荣子心里慌乎乎的，不明白他都死到临头了，为什么一点都不检测到宿主触发危机时刻。解锁断绝绝技水袖缠魂，可暂时束缚怨念实体。系统的播报声就在耳边，但浮生仿佛没听见似的，反而对着沙荣子来了一句让他不安的话：沙荣子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拿你的簪子？沙野子心中的不安瞬间扩大，此时一抹虚影在他身后凝聚，仿佛要钻进他的体内。沙 A 子小姐，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惊喜。帮我昭雪。我会找到真凶，还你一个清白。这是我们两个的约定。别听他的，他只是想利用你，只有我才能给你力量，让你报仇。你不该对付我，你该和我联手，一起对付他。小娘子当年是怨不得人呐。滚开！少爷，他跑了，咱们要不要追？不用，你该带着我们去寻找真相了。就是这儿了。当年诬陷你的人是谁？诉状上没有写清楚。听闻浮生的话，苏玉娘身上的怨气再一次扩大。此时，就连浮生都感到了书房内升起了阵阵阴风。是这座戏楼的老板，还有我的师兄，他们觊觎我的才华和家产，联手诬陷我盗窃，想将我置于死地。说话间，那股怨念几乎要席卷整个密室。他抬手展现出当年的场景：戏楼老板和一个年轻男子密谋，将珠宝藏在苏玉娘的房间里，然后带人搜出，诬陷她盗窃，最后将她点了天灯。这种人不死，没天理啊！获取关键线索，人设契合度提升至75%，现发放奖励：霸王体验卡1小时。玩家浮生解锁主线任务揭露真凶，请在第3场戏中当众揭露戏楼老板和师兄的罪行。就在这时，密室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沙荣子带着一群诡异走了进来。浮生君，现在我们都知道真凶是谁了。不过，浮生君，你想要去替他洗刷冤冤，还得过我这一关。你就这么有把握拦住我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话落，他带来的那群诡异迅速朝浮生扑去。苏小小和血纹鬼士连忙上前与这群诡异们展开激战，顿时密室里一片混乱。苏玉娘，我们走。
第3场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必须在戏中揭露真凶。好，两人穿过混乱的战场，朝着戏台走去。沙盈子想要阻拦，结果万万没想到，浮生此时激活霸王之力，一拳一个小诡异。就这生猛的场景，沙盈子哪还敢阻拦，生怕自己被浮生一拳终结。真是厉害啊，浮生君，你还真没说错，我拦不住你。既然如此，我们第3场戏见。话落，红衣戏服女子靠着那群诡异挡在身前，迅速逃跑。而梨园明国则追着他前往戏台。第3场戏要开始了，这些诡异观众看着死气沉沉，眼里却藏着期待。看来苏玉娘的过往对他们来说也不一般。浮生，等会儿上台，我会帮你引出李万山和张文远的虚影，只要你能当众揭露他们的罪行，我的怨念就会彻底消散，到时候我就能成为你的鬼士，助你一臂之力。放心，交给我就好了。不过就是梨园戏服这女人吧，真特妈的怂，始终离我有一段距离，想杀她都这么难。丁，宿主。最终演出即将开始，你的人设契合度需保持在80%以上，方可彻底收服苏玉娘。现奖励镇魂戏服强化机会，消耗10亿冥币即可融入鬼力，提升镇魂效果。是否强化？正好需要强化戏服，10亿冥币换镇魂效提升，这笔买卖不亏。浮生君，你想揭露真凶，可没那么容易。这第3场戏，说不定你会死在台上。也是在这时，苏小小和血纹鬼士站了出来，与松下沙容娜对峙。小心点儿。这娘们有点邪门，少爷，你放心的去吧，有我们在。进入状态了，这戏腔和身段得拿捏到位，才能契合苏玉娘当年的心境。浮生的扮演完美契合了苏玉娘当年的心境。丁，人设契合度提升至88%，戏魂共鸣度加20%。苏玉娘的虚影出现了，这些场景一定是她当年最珍贵的回忆，得把这份情谊演绎到位。就凭你们也配做我的对手？还是让浮生来吧。血纹鬼士见状，连忙上前挡住这致命一击，两者相互碰撞，还是血纹鬼士棋差一招，直接飞了出去。再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多久，必须想办法牵制他。好，我听你的。戏台上，浮生的表演已经进入高潮，此时已经演绎到苏玉娘发现师兄张文远与戏楼老板李万山密谋的场景。师兄，老板，你们为何要如此对我？我待你们如亲人，你们却要害我性命。随着浮生越来越逼真的演出，戏台中央李万山和张文远的虚影凝聚而出，浑身怨念，他们面目狰狞地看着苏玉娘，恨不得吞了她。苏玉娘，你太天真了，你的才华和家产都该是我的。师妹，要怪就怪你还优秀，挡了我的路。苏玉娘看着他俩，新仇旧恨一块累积下，怨念暴涨，而浮生仿佛毫无所觉。丁宿主成功引出真凶虚影，李万山、张文远，你们的罪行人神共愤，今日我便替天行道。话落，浮生一甩手，一道金光直冲两鬼，他们躲闪不及，被命中身体，顿时开始四分五裂。不，我的一切！师妹，我错了。张文允深深看了一眼苏玉香，随后也消散在空气中。随着他们的消散，苏玉娘转过身看向浮生，两行泪水往下滑。我的冤屈今日终于得以昭显。恭喜成功揭露真凶，人靠着戏曲式情况对诡异进行100。恭喜宿主苏玉娘自愿臣服，成为你的专属鬼士。系统话落，苏玉娘化作红光融入浮生体内，这波双赢，她一个人赢2次。为什么会这样？沙瑞子，你跑不了了。浮生步步紧逼，而在浮生身前，血纹鬼士和苏小小已经包围住了沙荣子的后路。这破败戏屋后台就是他的绝境，可他非但无半分惧色，竟在浮生一口底下将长刀收进体内，对着浮生勾起一抹让人脊背发凉的魅惑笑意。浮生君不愧是夏国的大丈夫啊！只是，你真的舍得杀掉我吗？只要浮生君想，我可以做任何事哟。就你，找条狗都你眉清目秀。闻言，沙颜子恼羞成怒，当即对着这浮生释放术法。浮生正要拿下他，沙颜子却突然掏出一枚黑色符咒。这是樱花国的禁忌符咒，可以让我暂时遁入虚空。虽然代价很大，但能从你手里逃走，值得了。说罢，他将符咒贴在自己身上，黑色的光芒包裹着他的身体，他的身影逐渐变得透明。浮生君，下次见面，你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这女人实力不强，怎么保命的道具一样接一样的？
沙昂子逃走后，戏楼怨念彻底消散，戏子与观众恢复神智。浮生走上戏台，众人纷纷跪倒。苏玉娘虚影也现身向浮生下跪道谢。多谢大人为我昭雪冤屈，此身当为大人做牛做马。咋不是以身相许啊？我也不丑啊。起来吧，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们的梨园净土，你们可以继续在这里唱戏。恭喜玩家浮生成功通关晋级戏楼副本，评级 SS+，奖励激活点数3000，解锁戏楼掌控权限，可将戏楼作为移动据点。玩家的跟随鬼士苏小鸟、血纹鬼士白灵实力同步提升。伴随着包爆音响起，浮生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体内，实力飞速暴涨，很快便散发出堪比鬼王的威压。恭喜少爷，贺喜少爷，踏入鬼王一统名誉指日可待。俺也是这么认为的，少爷。你个憨货就不能多读点书吗？说着，浮生看向红色诡异游戏系统命令，上面显示着下一个副本的信息：时间循环公寓。宿主，下一个副本十分危险，请务必慎重。老板，戏楼已经整理完毕，所有的诡异都愿意臣服于您，听候您的差遣。很好，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据点。主人的表演天赋很高，稍加练习就能成为真正的表演大家。以后说不定还能靠这个混口饭吃。对了，苏玉娘，你对时间循环公寓这个副本了解吗？我被困在戏楼100年，对外面的副本了解不多。玩家浮生，新一轮副本游戏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传送即将开始。这一轮一轮的游戏，谁少才是个头啊！这里就是时间循环公寓，看着倒像是废弃了是10几年的老房子。欢迎玩家浮生进入时间循环公寓副本。1. 每天只能打开公寓内一扇未知房门。2、3. 禁止破坏公寓内任何带时间刻度的物品。4. 遇到时间猎人时，需用谎言拖延时间。祝玩家浮生死得愉快。每次都是死得愉快，就不能来点新花样吗？比如活着悲催啥？宿主，冷静缜密，看你不解推理。契合度60%将触发惩罚，随机宿主已保持人设，成功活过本轮副本。侦探。这次给我来烧脑的了，不过这惩罚未免太重了。主人，有人先我们一步进来了。不管如何，我们都得进去，那还不如主动一些，先摸清这座公寓的结构。随机刷新的位置，两边的房间门把手都布满着灰尘。要不要打开看看？不急，规则说是每天刷新一扇未知房门，也不能因为这302的门把手干净就认定它是今天刷新的。我们先去其他楼层看看，优先排除干扰项。有点意思，难不成这公寓准备给我们这些刚入住的新客人来个下马威不成？今日随机未知房门已刷新。主人，要不我先进去吧。等等，这纹缝里的光线不太对劲。一个正常的房间里面要是有灯光，那照出来的幅度就不该是这样。如果没灯光，那里面应该是一片漆黑。那老板，那该是哪样啊？这次他之所以能成功扮演侦探，那自然是因为这脑子没救了。未知房门每天都会随机刷新，401刚有响就变成未知房，大概率和里面的东西有关。我们进去后需要谨慎些。苏小小，用你的能力护住大家，然后进门。是，少爷。少爷好帅啊，我越来越倾慕他了。丁，宿主人设契合度提升至78%，非常出色。现奖励宿主福尔摩斯同款大衣，穿上后增加破案的概率。这钟的时间是乱的，
而且房间里面的怨气要比楼道里还要重。都注意脚下，不要踩到任何零件。白灵，你看看这落地钟有没有问题？钟体是纯铜打造，至少有100年历史了，但钟面上的刻度是后来刻上去的，而且刻痕很新。咦，老板，这里有一张纸条。怀表，怀表，应该是时间信物之一。镜子里的倒影，这房间里没有镜子啊。警告！检测到时间紊乱，宿主当前处于时间加速带，请立即离开401房间，否则将被时间反噬。警告！警告！致时间码停，玩家无声留在副本。不对劲，我们进来不到10分钟，怎么今天就要结束了？少爷，你看窗外！走，所有东西都不要碰，我们马上走。刚才那是什么情况？我好像看到我太奶奶了。401房间里是时间加速带，里面的时间流速和外界不一样。我们看似在里面待了10分钟，实际上里面的时间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而刚才很有可能就是出现了纸条上写的时间会倒流的情况。还有半小时就到6点了，我们必须在这之前找到时间信物。现在未知房门已经用过了，401不能再进，只能在其他已知房间里找。主人，那里有一面镜子。纸条上写的不要相信镜子里的倒影，看来就是这个了。秋文，先别动。规则禁止破坏带时间刻着的东西，这镜子可能和时间循环有关。我们先去他说的203看看。是，主人。这是手工雕刻，而且被反复摩挲过，应该是某人的珍藏。少爷，这里有信件。他们找到了公寓，藏在了钟表里，希望能保护好。恭喜玩家家福生找到时间信物相关线索，目前距离当日结束只剩5分钟。找到了！恭喜玩家福生找到时间信物之一黄铜怀表，剩余时间1分钟，素质人设契合度提升至85%。请宿主助时空猎手来袭。时空猎人，这未免出现的太早了。把它还给我！把它还给我！我的怀表呢？又是谁？这里做什么？我的怀表呢？怀表是什么玩意？我一个土靠就没见过这种东西。再说了，我是来租房子的。是中介说这里有空置的房间，难不成你就是房东？警告！你说3句谎言，不得再继续说谎，请宿主用其他方式拖延时间。你在撒谎！这破公寓都多少年没来人了？你说我撒谎？那你证明给我看。你都证明不了，那你还问什么？或者你试试叫他名字，看那块怀表会不会答应。少废话，把怀表交出来！你这般急切，莫不是那块怀表能克制你？战魂术。你们都是骗子！你们全部都是骗子！我要杀了你们！时间到了，现在能帮什么？我们又回来了。原来如此，这就是时间循环。我们已经找到了第1个时间信物，接下来还要搜集更多的线索，才能找到通关的关键。恭喜宿主，第1日循环结束，人设契合度82%，请宿主准备迎接第2日循环。
这里的时间是跳跃型的，隔一段跳一段。那接下来会不会发生原本10分钟的时间里直接跳到6点，判定我任务失败呢？我们现在有2个目标，一个是在有限时间内找到第2件时间信物，第2个目标是查清钟表匠的身份，以及公寓里其他房客的下落。这次我们要兵分2路了。全凭老板主人吩咐。第2日循环开启，今日随机未知房门已刷新。101，请玩家浮生在18点前找到第2件时间信物。主人，门口的脚印变了。不管它，我们手上的线索太少，先从101房间入手。老板，这里所有东西都像是被定格了一样。又是这种邪门的倒影。这面镜子和楼梯转角的穿衣镜一样，而且镜子里的倒影没有跟着我动。别急，他没有攻击我们，只是在给我们提示。林小雅应该是这个房间的主人，日记里写着她是3个月前搬来的，房东是一个叫老陈的钟表匠。他还在日记里提到，公寓里除他之外还有3个房客，但最近这几天其他房客都失踪了，而且每天凌晨3点，他都会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他们在镜子里看着我，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说要带我去寻找时间的漏洞。老板，口红管上刻着一个日期，1998年7月15日。1998年7月15日，怀表的背面貌似……这口红应该就是第2件时间病物。恭喜玩家浮生找到第2枚时间信物刻字口红，当日任务完成进度1/1。他该来了。老板，你说什么？把口红还给我，那是我的东西。好熟悉的话呀！第一次巡回时，他也是这么说那块怀表是他的。你不是真正的林小雅，你是他的倒影，被时间漏洞困住。口红上的日期是1998年7月15日，那是你失踪的日期。你应该想回到过去吧？不，我就是林小雅。好，那你是林小雅，但口红不在我身上，它在401房间的落地钟里。我们可以合作，我帮你拿到它，但我想知道钟表匠在哪里。401房间，那里的时间是乱的。你骗我！你以为我在骗你？那你可就错了。401房间的落地钟其实是时间漏洞的入口，只要一些东西就能打开，但我一个人做不到，需要你的帮助。再说了，你不想知道其他房客的下落吗？其他房客，他们还活着吗？浮生，动手吗？不急，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真正的时间切人已经把你们的灵魂都带走了。主人，他已经失控了。眼看着这真假林小雅的戏码就要演不下去时，浮生连忙开口：“苏姨娘，你用镇魂术压制她的情绪。白灵，你试试能不能安抚她的灵魂。苏小小，控制住她。魂归其位，神定其心，含住他们，灵魂才能安定下来。真正的时间猎人是谁？钟表师又是谁？他到底在哪儿？真正的时间猎人是老陈的徒弟。钟表匠已经死了，尸体在503房间。后面的声音就已经开始断断续续。浮生心中叹息，他知道时间已经到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房间里的闹钟突然停止了转动，指尖再次指向凌晨3点，强烈的白光再次爆发。当他们再次睁开眼时，又回到了公寓门口。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线索，之前的时间窃者都是假的，真的那个是钟表匠的徒弟。接下来的循环，我们要找到503房间。希望是503，就真的是503。在浮生思考时，苏小小他们则是看向了公寓里的走廊。少爷，这次的楼道有点不一样。反应过来的浮生看了一眼楼道，心中不由得翻了一个白眼。这能一样吗？这一次楼被天花板的绿光笼罩着，给一种诡异感。众人走进楼道，楼道里的墙壁上出现了许多上去痕。闻言，浮生发动技能细节洞察，仔细看着这些刻痕。这些刻痕的排列方式和某种内部齿轮结构一致，这很有可能就是真相的一部分。宿主发现线索，现触发逻辑推演。随着时间的变化，时空猎人对公寓的掌控越来越深，他尝试把整座公寓变成一座活着的时钟。有意思，不管他们，先去503。
众人来到5楼503房间的房门紧闭，门上没有任何编号，只有一个巨大的时钟图案，指针同样停留在凌晨3点的位置。看来这里面藏着大秘密。雪文，踹！大门就是一脚，砰的一声，门被踹飞，而屋内的情况也浮现在他们眼前。房间里一片漆黑，倒是墙壁上的刻痕散发着微弱的绿光，而其中一面巨大的墙壁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案。这些应该是那个钟表匠的研究笔记，但是除了这面墙，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那么就只有一种情况了，拆了它。接着，血纹鬼士又开始干起了力气，一拳一拳地砸在墙壁上，瞬间墙壁裂开一道缝隙，露出里面的骸骨。他的双手抱着一个小小的木盒，里面有一封信和一个破损的时装齿轮。这是钟表匠写给家人的信，他说自己发现了时间的漏洞。恭喜宿主找到关键道具，现奖励宿主技能时间免疫，可免疫轻微的时间紊乱。浮生刚收起齿轮，房间里的墙壁突然开始震动，整个房间的时间流速开始变得混乱，家具、书籍纷纷漂浮起来，像是被卷入了漩涡当中。又来了吗？这一次出现的不再是我之前所看到的那个时空猎手，反而是一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他的脸上戴着一个钟表形状的面具。你们很不错，竟然能找到这里，但可惜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里。你不会杀了我们的，毕竟你杀了我们也没用。齿轮需要3件信物才能激活，况且你现在也没有能力对我们动手。闻言，阿杰沉默不语，似乎认同了我的话。我该把自己的猜测继续说出来。看你这样子，估计被时间反噬了吧？你的身体正在逐渐虚化，对不对？你需要钟表匠的研究成果，找出办法来稳定自己的身体。你怎么知道？闻言，阿杰沉默不语，似乎认同了浮生的话，而浮生把自己的猜测继续说了出来。我不仅知道这些，还知道你被困在公寓里，根本离不开这里。时间循环不仅困住了我们，也困住了你。你妄图利用时间，但这只会加深你身上的反噬。在我说完后，房间里陷入了几秒的寂静，而阿杰突然笑出声来。人类，你真的很聪明，能仅凭些许信息就猜到这一步。但有一点你猜错，想是戛然而止，那就是我能对你出手。人，我来挡住他。可让人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血纹鬼士的动作在所有人眼里变得无比的慢，像是慢动作回放一样。这也是时间的力量吗？要是我能有这样的力量，那可真是太棒了。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觉得能吃定你？你怎么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就在这时，钟表匠的骸骨从墙壁里走了出来，化作一道白光，融入3件时间信物中。3件信物同时爆发耀眼的光芒，形成一个巨大的时钟，将它困在了里面。你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再这样下去，你会彻底消失在时间长河里。每次你都要来坏我的好事，我走到如今都是你逼的。看着两人要兑现爆出更多信息时，我反而摇摇头。要是你早点出来，我还有些事想问问你，只是可惜，时间要到了。又是熟悉的白光，又是熟悉的公寓门口，但是这一次楼道里令人不安的绿光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直视灯稳定的暖光。我疲惫地伸了伸懒腰，等待系统和诡异游戏的播报。丁，恭喜宿主第3日循环结束，人设契合度98%，宿主距离打破循环仅差1步钟，彻底解决时间循环。终结日循环开启，今日随机未知房门已刷新301，找到第4件时间信物。走吧，该做个了断了。宿主，当你搜集到4件信物时，将激活技能时间锚点，这对你接下来非常的重要。知道了，系统，你还不如直接把奖励给我算了。这一次系统没有回答我，跟没出现过似的。少爷，我感受到一股很温和的力量，里面没有一点恶意。苏小小触碰墙面后向我汇报，我点头没有说话，而是径直走向301。当我们打开301的大门时，里面透出温暖的黄色灯光，与公寓此前的诡异氛围格格不入。注意埋伏，接下来就是找到最后一件信物，结束这一切。主人，这画中之人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苏玉娘走到肖像画前提醒我，众人齐齐看向肖像画，画中钟表匠的目光果然缓缓转动，最终定格在我身上，接着又对着工作台眨了眨眼睛，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欣慰与急切。白灵，立刻翻阅工作台上的图纸。老板，这是一份叫时间指针道具制作的图纸，需要4件信物才能激活，分别是怀表核心、口红、记忆、齿轮、动力，还有最后一件银色时间指针定位。
老师，只有掌控时间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有时候越想去掌控一切的人，往往输得最惨。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已经收集3件信物，再拿到最后1件，你就是时间的主人。我不相信你会没有一点动心，强行掌控只会导致时间崩塌，到时候你我都会被卷进去。而且你现在的身体，上次时间反噬的症状还没好吧？阿杰，你也不想被时间反噬彻底吞噬吧？我能帮你稳定身体。恭喜玩家浮生找到第4事件信物银色时间循环，恭喜浮生通关条件，打破时间循环。丁，恭喜宿主掌握4件时空信物，时间锚点已激活。说的倒是很好听，不过现在信物集齐，你们都可以死了。我要吸收4件信物的力量，成为时间的主人。激活时间锚点，固定当前节点。你还没清醒吗？从一开始你就输了。你的老师在用他的生命给你上最后1节课，看似是你杀了他，可其实从头到尾你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跟我一起走吧。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最后关头，我来和你说说吧。其实你的师傅钟表匠早就能掌控时间了，但他没想到的是，因为他的实验，导致这座公寓一直处在时间循环下。你以为一切都是你做的，可实际上，你真的还能记起你最初的记忆吗？时间早就混淆了你们的记忆。你记忆里的一切，说不定也只是其中一次循环。孩子，我们一起上路吧，这里的一切都该结束了。恭喜玩家浮生成功打破时间循环，副本任务完成，皮能时间锚点永久解锁，奖励激活点池2000，不提升至鬼王级别。少爷，我们成功了。这只是一个副本，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随着最后的播报，其他几鬼纷纷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色。这种考验脑子的活，差点把他们的 CPU 给干烧了。好在结束了。宿主，诡异游戏已检测到本系统的存在，下一个副本将是宿主与诡异游戏造物主的决战。决战吗？没问题，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在最后的晨光下，浮生一行人被传送回了禁忌戏楼。看到他们时，戏楼内的诡异们纷纷上前迎接。如此，又过去了几天。浮生刚把几个据点的标识通过系统面板同步绑定在一块。主人，所有据点资源已整合，可随时调用。命，等候调遣。很好，接下来是最后一战，我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活下去。白灵，你所说的那种复活药可曾研制出来了？老板，幸不辱命，已成功研制出来了。听到白灵的话，这一次，浮生再也止不住的大笑起来。有了白灵准备的药剂，他们这些人才算是真正有了活下去的最低保障。检测到宿主整合所有据点资源，解锁被动技能多元力量，宿主可融合任意3不同副本的技能发动车可是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啊！少爷，这是我们的实力评估，我们几个已达鬼王级别，那些低阶友谊也已有了规模化的战斗力。少爷，我们随时可以出发。不急，还有最后一件事，找到松下，然后解决他。在这最后的时刻，浮生还是对松下从自己手上3番2次的逃走耿耿于怀。而当浮生的命令下达时，凡是他掌控的势力都在调查松下的踪迹。很快，最准确的消息呈了过来。老板，那个松下已经调查清楚了。根据我们外围的诡异打探到的情报，那个女人投靠了造物主。没想到啊，她竟然能活到现在。我知道了，这一次就顺便送她上路吧。主人，你放心，这个女人上次让她跑了，这次我一定会宰了她。很好，现在出发前往终末地坛。这一次，我们终结所有规则怪谈，开创属于我们的秩序。忠诚。周末副本周末祭坛开启，所有玩家已传送至祭坛第1层，请做好迎战准备。宿主可融合此前所有扮演角色特质，无契合度惩罚，祝宿主旗开得胜。浮生君，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松下，你们樱花国的人就这么喜欢当狗吗？哪怕你投靠诡异游戏的教务主，也影响不了。
今天你必定死在这里。离座即死，离座即死。浮生君，你以为靠着一群杂碎就能搬动造物主人的规则？今天你会为之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你的代价。人类，当年你破坏我的规则，今日我便用这份力量送你和这位女士一同坠入深渊。哇，什么情况？她不是消失了吗？怎么变得这么恐怖？那选手被击败了，太解气了！造物者大人万岁，松下大人万岁！少爷，这黑雾能复刻怪异高铁的规则，再这样下去，我们的防御撑不了多久。规则，我的规则就是超能力。苏小小，召唤诡异列车。雕虫小技，规则复刻，厕所超时惩罚。少面前动我的人，找死！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得想个办法解决掉他。浮生君被规则碾压的滋味很不好受吧？这一次可没人能救你。时间锚点，激活！就这点伎俩，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松下，你可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你什么档次？你什么身份？就你也配在我面前玩规则？来啊，给本少把规则逆转吧！可能你这个人类怎么能篡改规则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本少的超能力面前，你的规则一文不值。卑劣的人类，竟敢觊觎我的力量！与其让你这个蠢货用，还不如把它交给我。既然你不想束手就擒，那就从我。想引爆和我同归于尽，问过我了吗？放开我！你这个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的恶徒！蔡大人绝不会放过你的！处置他，我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结局。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当然可以，不过待会儿拦住你时，你最好祈祷自己能有个体面的结局，不然你会后悔。下面这场比赛，心血激动，少爷，结界要塌了，我们快离开这里！急什么？解决他再走。苏小小，把你的鬼力借给我。我不甘心！核心碎裂，此一省了。祭坛也浮现出通往下一层的阶梯。丁，宿主成功击破第一层规则守护者，奖励规则豁免卡，解锁多元力量进阶形态。第一层解决了，接下来该去会会第二层的守护者了。不知道这次还会不会是老熟人。
就在浮生即将踏上台阶时，前方的空间突然发生剧烈波动。好家伙，他是属小强的吗？三番两次都打不死。浮生君，你没想到吧？我有造物主者大人赏赐的大明神物，今天就算要死，我也要拉你颠飞。这我还真没有想到。不过能杀你一次，我就能杀你第二次。上！见松下张开双臂，一个巨大的血影在他身后住，这玉影巨大无比，形态狰狞，他的身体上布满了眼睛，连浮生都露出了郑重凝重的神色。这邪神长得太反人类。浮生骂了一句：“坏，玉娘！”随着浮生的大喊，苏玉娘彻底展开了。就是现在！就你这样的，都用不上我烧。这样就结束了吗？在我这儿，你连做鬼的机会都没有。少爷，都处理干净了。这些鬼东西一个比一个膈应人。老板，这是肉体同化陷阱，触碰到这些肉块的生物都会被迷宫吸收融合。少爷，迷宫内部的结构一直在变化，我们很难锁定这一层守关人的位置。这玩意儿能砸碎吗？如果不能的话，这些陷阱触发都有规律。墙壁上的血管纹路呈现红色时是安全的，呈现黑色时就是陷阱。都跟我来。欢迎来到我的血肉乐园，这一次你们都会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时间太紧了，这些药剂只能暂对抗同化的力量。老板，我们得赶快通过这一层才行。尽快找到主任，我们去给他送大礼。越多越好。浮生一行人抵达迷宫核心区域。这不是那个该死的虫子吗？你们也想把自己的肉献给我吗？你想吃屁呢？就你这鬼样子，送我都不要。我要你们的肉！还要肉？去，给他2个大嘴巴子，让他长长记性。都过去多久了？这身体拼接的技术还是跟以前一样烂。激活诡异解剖术。找到了。老板，那枚黑色瘤就是他的能量中枢，摧毁它就能瓦解他的防御。知道了，来，乖乖的，让我来给你做个小手术。分开人类！我不要你的肉了！主任啊，你怎么比以前还要没脑子啊？都这种时候还想吃肉？我的乖乖，这打 BOSS 呢，还能打成第2招？看来。我来吧。有些戏曲有镇定的作用，或许会有奇效。血纹鬼市，为我开路！大家小心，这些残肢还带有同化之力。浮生再次激活时间锚点。第2层通关。哟，还真是 BOSS 啊！死了都能爆装备。第1层那个货，可是一点东西都没留下。少爷，要不我来吧，万一有什么陷阱也好。就算有什么意外，
我也能在发生的那一刻冻结时间。经宿主成功击破第2层规则守护者，奖励肉体强化芯片，宿主实力突破至鬼皇级别，所有鬼师同步强化，祝宿主旗开得胜。潘梅啊，没看过这么帅的人类啊！要出手就赶紧的，别磨磨唧唧的挡着我们前往下一。雷声大雨点小，没胆的家伙。刚才那个，莫非就是松下沙荣子口中的造物主？不过来都来了，不管是不是，都得干。渺小的人类，你以为通过2层祭坛就能挑战我？简直可笑！在第3层，你就会明白我的力量有多可怕。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强，造物主也会流血。接下来是一道难关，那个造物主绝对会加强第3层守关者的力量。少爷，不管是谁，我们都会为您扫清强敌。好，就算是死，咱们也一起共赴黄泉。第3层，黑暗城堡，目标飞虎系统，出发！来得好，让我斩了这些家伙！为教父开路！这些家伙，老板，我们该走了。还真是个老熟人啊！看来这造物主也不咋地，就知道让我的老熟人跟我干。难道他不知道被我干过对手，再来一遍，我依然能干掉他们吗？警告警告！宿主他的实力被强化了，营主现在能操控阴影，制造无数分身，每个分身都拥有与本体相同的力量，请宿主务必小心。无声，我们又见面了。当年你夺走我的邪影躯，今日我便用造物主赐予的黑暗权柄，让你死去。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一个手下败将也敢嘤嘤皇废，完全杀不完啊！老板，老板，我感受到那轮血月就是他们的能量源，只有摧毁它，才能削弱它的力量。我知道了，苏小小，带我去城堡顶端，血纹牵制他3分钟，我只要3分钟。遵命，主人。苏小小，你去寻找那轮血月的弱点。可是，少爷，快去！好生，你的技能我也能用，才可通神。模仿的真像，但可惜我的符文壁是专属的。就算你有如此实力，今天你也必须死。造物主的威严不容许任何人侵犯。所谓的威严，在本教父面前不过是过家家。我打败你1次，我就能打败你第2次，亲手击溃你。
可能！复制了你所有的技能，为什么还打不过你？因为你只复制了技能，却没有复制我的底气，以及我那颗敢打破规则的决心。归根点底，你只是一个空有力量的弱者。少爷，我已经找到血月的弱点了，在血月中央有一枚黑色宝石。金色的海洋淹没了血月，黑色宝石变得极其不稳定，而城堡中的诡异信徒们逐渐清醒，眼神恢复神智。营主为了获得终极黑暗权柄，将我们的灵魂卖给了造物主。清醒的信徒们纷纷倒缸，协助浮生手下们对抗剩余的傀儡信徒。看见这一幕，浮生哈哈大笑：叛徒，你们这些叛徒，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暗影首领，你的末日已至，哈哈哈！休要猖狂！在核心暴露的那一瞬间，周氏的那一瞬间，浮生就用时间暂停了周围的时间流逝。随后一扯，造物主大人救我啊！救救我啊！我不想死！造物主，他不过是把你当棋子，你以为他真的会来救你？黑色灵魂球在浮生手中不断挣扎，散发着强烈的黑暗能量。而后更多的信徒开始清醒，他们围拢过来，看向营主的眼神中满是憎恨。大人，请摧毁他的核心，为我们报仇！浮生点头，将自己的力量注入黑色灵魂球。在一阵刺耳的嘶鸣下，这枚灵魂球破碎，营主都来不及发出惨叫，就变成一把飞火，只留下第3层祭坛的核心，一颗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白色心脏。它是我的了。在营主的核心破碎后，第3层祭坛开始崩塌，虚无之境的黑暗能量大量涌入。但就在这时，祭坛上空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的黑影，造物主的部分形态得以降临。他伸手想夺回这颗心脏。渺小的人类，你破坏了我的3层守护者，今日我便亲自出手，将你同化。我想成为浮生的心脏，成为新的规则守护者。少爷，小心！痴心妄想！浮生掏出冥币形成护罩挡在面前，却被他撕裂开来，而苏小也被震飞出去。血纹大鬼是苏玉娘、白灵同时上前，发动全力攻击！却被更强大的能量弹开，纷纷受伤。就在心脏即将射进浮生胸膛时，一道蓝光出现护住了浮生。系统话还没说完就已经下线，但浮生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知道了，原来那个技能是现在用的。说着，浮生周身同时泛晴光白光，形成巨大的能量护盾。此刻，所有鬼圣迷雾一般，齐齐发力，自己的力量注入浮生体内。更强烈的五彩斑斓的光芒笼罩了整个战场。在浮生的怒吼声中，更强烈的能量冲向那颗黑漆麻黑的心脏。轰的一声，那颗心脏连5秒都没撑住，就变成一堆碎片。造物主，取你的狗命了！第3层祭坛也在此时彻底崩塌，通往造物主核心所在地的通道中浮现。浮生落地后扶起受伤苏小他们，走吧，让我们去迎接最后的决战。踏入通道的瞬间，众人就被传送至造物主的核心所在地，一片无尽的虚无之境。好大的黑球啊！中央悬浮着一颗巨大的黑色核心，核心周围缠绕着无数规则锁链，锁链上吸附着无数人类和诡异散发的恐惧，形成厚厚的护盾。人类，你能走到这里，超出我的预料，但在所有世界的恐惧面前，你的力量不堪一敌。造物主抬手一挥，规则锁链朝着众人袭来，锁链上的恐惧情绪化作无刺耳的鬼念。浮生身边的诡异们被恐惧情绪影响，开始瑟瑟发抖。浮生将列车黑卡电神脱掉，祭坛过带个剧本的信物抛出，信物在空中汇聚，化作一颗新的核心。而纵身跃向造物主的这核心，规则锁链袭来，却被金光瞬间斩断。给我挡住他！但此时的浮生超乎想象的强大，一拳砸穿恐惧护盾，而他手上核心中的力量瓦解着造物主的负面能量。规则怪谈的诅咒轰然炸碎成漫天残渣，今日将在此终结。黑色核心发出剧烈的震动，逐渐破碎，规则锁链纷纷断裂。浮生，黑色核心彻底破碎，造物主道的形态消散在虚无之境。浮生看着手中这片这世界新的核心，又看了看身边忠诚的鬼士们，嘴角勾起浅笑。原世界的996工作哪有现在的生活有意思？浮生化作一片能量海，将所有据点融合成一座巨大的多元安全区。安区中既有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有其他生物的栖息地。浮生站在屋顶，俯视众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里新的王了。浮生，浮生！直到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我要给你生猴子！”猴个锤子，好走不送！